都是自由的梦想听 C 哥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安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万代在2002年发售的 MG 尊者高达。本款模型的定价是2800日元，而目前的现货价格在100左右，甚至还能更便宜一点，算是目前性价比比较不错的 MG 模型。在这之前，我也是分享过一款万代的 MG 尊者高达明镜止水模式，电镀确实挺漂亮，不过目前的价格也不是太便宜。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一款原色的尊者是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本款模型的峰会是5斗转的标准状态，下面还有狮将的经典造型。老模的零件也不是太多，不过对比一下 MG 尊者和 MG 神盒子的厚度区别也挺大。神高达的定价是2500日元，贵了300日元的尊者看着像是多了1倍一样。早期的 MG 说明书还是非常有个性的，包括封面和中间这一大堆的机体设定介绍，还有场景介绍，偶尔看看也确实不错，只可惜都是日文，我看不懂。板件不多，一共12块板件，基础内容物还包括2包螺丝和1根软铁丝。补色贴纸的话数量会多一些，不过主要都是披风翅膀的大块黄色补色。软胶件包括 PC 件和造型手之类的，细节还行。另外还有狮将东方不败的人偶。剩余的板件部分老实讲瑕疵也挺多的，表面不是特别干净，并且深色零件是特别油的状态。透明件包括造型手和光束飘带。骨架板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特别厚实，但是会比较油。作为一款02年的老模，本款模型也是有着比较完整的骨架内构，不过并不是特别饱满，有细节但是不多，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性为主。但是对比同时期的各种模型来讲，5斗转的骨架算是比较完整的那一个。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尊者高达的主体、狮将的人偶、替换单人手4对、光束飘带、弹射手臂的铁丝连接件。废件部分包括 PC 件、一些螺丝，还有造型手的零件。5斗转的标志贴纸也是非常有个性，说明书上只标注了背包2个部分是有标志贴纸的，不过是在弧面，很容易开，剩下的标志贴纸可以按需进行选择。那么本款模型的贴纸补色主要就是眼睛、头顶监视器，再就是剩下的披风黄色补色。这个部分的大块分色，感觉自己补色一下会更加的方便。套件内部给的狮将东方不败的人偶，对比明镜止水的红色透明件版本，在细节表现上也会更加的清晰。当然了，得上色以后效果会更好。另外，狮将的人偶在辫子的部分是球形关节，有点可动。拿出之前做过的明镜止水尊者高达，不知道这么对比，各位更喜欢哪个版本呢？同时，当你拥有了这2款模型的时候，也可以拆分组装成高达创战者第1季最后一集登场的新妖流究極奥義新暗钢普拉新星流创始人真安大师做的这个没搜到叫什么的尊者高达，实际上只是更换了部分外甲，换成了电镀样式。不过配色感觉也还不错。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感觉 MG 尊者整体的造型还是有点怪怪的，整体的比例感觉并不是特别好看。对比说明书里边的线稿图，感觉在各个部分的长度啊、比例啊可能没差太多，但就是感觉线稿图的比例对比实物要好上很多。可能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实物的头做的有点大了。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尊者高达的头部是以扑克牌当中的小手牌 Joker 为原型设计的，这2个硕大的犄角确实很有味道。然后常规的高达天线直接镶嵌在里边了。另外，东方不败曾经在萨菲尔同盟时期驾驶过名为红心之王的高达，该机体还有 MA 形态，后续在创战者里边也算是作为彩蛋机体有过登场。天线下方这2个灰色分件是软胶，不过我不太理解这个部分用软胶是用来干什么的。老模的问题在这里就已经凸显出来了，可能是明镜止水有漆面的缘故，没有那么明显。一旦是没有漆面的，这个地方的刻线确实就不太行了。尊者的脖子下端有一段前后可动角度，剩下的就是球关节连接。不过由于头部的尺寸问题，低头的话并不是特别好，即便是在最低的状态，甚至都感觉整个头部还是有点抬头，站尸的时候不是特别对劲。并且在说明书里边有画出尊者露出獠牙的造型，模型也并没有提供替换件，如果像闪光高达那样给一个面部替换件就好了。尊者高达是九龙高达感染地质细胞变化而来的机体，我印象当中九龙高达也是没有核心战机，到尊者这里同样没有核心战机，但是原本应该有的驾驶舱本款模型也没有刻画，舱门有设计展开可动，不过只有下端的卡扣是有可动的，并且展开幅度的限制也会比较大，并不能像说明书那样全部给它展出来。为了还原武斗传标准的抱胸动作，胸部上方红色零件也是可以进行活动。
舱门也有轻微的内收可动，替换上专用的造型手就可以实现出比较标准的抱胸动作。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原来这两个造型手是用来摆抱胸的，而且还挺自然。胸部和腰部是通过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这个部分是直接采用了螺丝进行固定，稳定性可以自己调节，但是效果一般。尊者高达的背包是比较普通的，通过2个柱形卡榫连接，但是很松，容易脱落。这个部分的红色零件也是比较松的，两侧披风关节的设计就会比较简单，并且可动角度的限制也会比较大，很多动作摆起来会特别怪。另外比较可惜的一点是没有还原披风的设计，简单搜索了一下。HG 1:100比例的武斗传尊者高达以及 HG 尊者高达风云再起套装都是有还原披风包裹的设计，不过 HG 的那个是替换件，而老 HG 1:100的是设计了可动关节。但是看图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设计包裹可动，整个翅膀会非常厚，然后 MG 就完全舍弃了这个玩法，如果能给到替换件就好了。在背包活动的时候很容易会刮到这个黄色贴纸，就会很烦。手臂和肩胛的连接是通过了一个锁扣，稳定性可以。为了配合抱胸动作，胸部引出关节幅度都会比较大，但是从后面看这个空档会非常明显，没有防冲帮的设计。手臂正常360度旋转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部分有个大问题是没有上下可动关节，手臂抬不起来，摆动的限制也会比较大。尊者的肩胛就是一个大圆球，没有什么特殊的，内部有个 PC 件和球形关节，配合肩部上方还有个可动设计，整个肩胛的可动范围还是比较可以的。尊者高达的手臂连接都会比较松，把玩容易脱出。在手肘的部分也是有还原手臂弹射出去的样式，直接拆出整个肘部关节，替换上铁丝零件就可以了，并且小臂这里还可以再拉出来一段，内部也是有点细节刻画。那么本款模型没有提供握拳手型，基础造型手是这个默认垂下来的造型，另外还有一个弹射出去的手刀样式，再就是前面看到的抱胸造型手。针对手部握持武器也是有提供一个专用的握持手型，而武器就是这个光束飘带了。飘带的造型处理也很不错，就是握持手型会有缝隙，剩下的还有4个暗黑指造型手，这几个都是粉红色的透明件，其中2个是一对儿，而另外2个是为了配合 MG 神高达组成的对冲造型手。手臂关节除了平转松一些，整体的可动其实还行，不过上臂这个平台会比较紧，把玩需要注意了。裙甲这个部分的一体性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像是一个包裹起来的状态。侧裙甲是球形关节，正常活动没有问题。侧裙甲的话也有球形关节，但是可动比较微弱，并且容易松脱。侧裙甲这个部分也是有提供软胶件的，对可动会有一点点提升。后裙甲可动的幅度就比较小了。那么尊者高达的腿部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也没有像 MG 神高达那样有小腿展开结构。脚腕装甲没有固定位置，会在这里晃荡。脚尖的零件是可以外拉出来调整位置，也算是给整个脚部提升一点让位可动，并且脚掌部分也是采用了软胶零件，加上脚掌特别大，稳定性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感觉比例有点不太对劲。由于胯部是球形关节，所以在胯部可动的处理上还是会有限制，膝盖活动180度，并且也有液压杆的基础联动设计。脚腕是球形关节，脚掌也有单独的可动设计，加上腿部比例比较优秀，所以单膝下跪的姿势还是特别自然的。也算是武斗传系列在那个年代刚出来的时候的一大优点，也就是可动的提升。其实总的来讲，这一款 MG 的尊者高达也确实没啥太大的优点，甚至问题还挺多。真要是喜欢尊者的话，目前可选择的比较好一点的，也就是 HG 的风云再起套装和二婚了。甚至也确实不太明白为啥 RG 的下一款武斗传基底给到了闪光，而不是尊者。这一款模型目前我感觉也就剩下价格这一个优点了，100块的万代 MG。但是想了想，可能还真不如买点别的更好的产品，除非是像我这样单纯只想收集一下 MG 武斗传模型的人，不然估计真的不会有啥人去买这个可以算是早期的大变模型了。下一个武斗传系列的视频估计就是神高达了，目前还剩下一个闪光高达，到时候就再补一下的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